我不能输啊？输他了呀？不能输。已经输他了，还有5万。给我10年时间，你看我5万怎么变成100万？信心在，人就在，对不对啊？办呀，帮爸爸不要干了，好吧？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恭喜 T1 3比1击败滔博，拿下了本次沙特世界杯的冠军。又是 T1，总是 T1，还是 T1。10年过去了 ，Faker 依旧是横亘在我们 LPL 队伍面前的最大敌人。这下呀，真的被压累了。曾经3个 S 冠没有凑齐的10张身份证，这下全给人家刻在冠军底座了。不过希望就好嘛，反正我们是灰太狼赛区 S 赛还是会回来的。那每当我们输掉和 T1 的比赛后，大家讨论败因，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开始讨论 BP 和选手的英雄池。从赛前表现来看，滔博拥有更好的版本英雄熟练度，本身呢竞技状态也没问题，可谓是优势在握。反观 T1 呢，如果我们从打标剧打 TL 来看，你要说 T1 的个人竞技状态有多好，那我是不认的呀。包括来之前他们也刚刚输给了 LCK 下游水平的 KT， 加上沙特杯又是第一次打14.13，大家也都缺乏比赛的数据样本。你说打完 TL 突然就领悟版本完成定制，那更是不可能。毕竟赛程啊短的批爆，训练都只能靠冥想。可决赛上 T1 的亚索、卡列、霞洛、狐狸威这种复古角色一个接着一个，逆版本他没有绑架 BP， 反而是让阵容更加灵动，最终一度是让滔博出现了 BP 完就觉得很难打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啊 T1 他具备了极强的对敌调节能力。在复盘和分析了 T1 各种比赛后啊，我更加确信了这个想法。T1 这个队伍它不仅仅是技战术执行强，更重要的他们会基于对手进行调整，它是一种游戏智商的体现。滔博的 BP 后面感觉越做越差，是因为被 T1 影响了引导了。或许赛后复盘看着自己的逆天 BP， 教练组和选手都会说哎呀早知道就那个了，但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是意识不到，因为在 T1 给的陷阱下滔博过载了。而关键词就是抓胜负手的能力。什么是抓胜负手呢？简单讲，虽然版本的英雄梯度大差不差，但落实到每个对手时它存在一些变量，毕竟对手不同嘛，甚至说临场的状态都是不同的。而很有可能上一个 BO5 里发挥神勇的选手，在这个 BO5 状态就是一坨狗屎，所以我们才说强队它需要互相兜底才能走得更远。而 T1 它就具备在一个 BO5 中快速嗅到对手当下弱点的能力，并且迅速基于这场 BO5 的反馈进行 BP 调整。你越不想打什么样的对局， T1 总会把阵容往这个方向拉。在这种 BP 节奏下， T1 的英雄池和战术布置是灵活不公式的。反观对手 BP 会在这个过程中越做越差，所以很多队伍他输 T1 的比赛，你从过程来看往往输的毫无脾气，你甚至找不到反击的点。而 T1 的这项能力过去我仅仅也只是有模糊的感觉，可这次赛程极短却迅速调整过来，最终夺冠的 T1 证明了他们这项调整和感知能力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本期就让我 T1 学家袁某人从这次决赛出发，我们来全方位的剖析 T1 这项抓胜负手能力是如何帮助 T1 轻取滔博的。看完大家就明白为什么 T1 打 LPL 队伍总是越打越来劲，反而是碰到跟起这种队伍却屡屡碰壁啦。在开始聊本次决赛前，咱先站在滔博哥的视角来收集 T1 的情报，这样能更好的理解滔博的困境。那 T1 打 BO 的第一个 BO3 可以看到3把中路，双方都是小炮飞机小炮，大家都在试版本没问题。而这场 BO3 Faker 的发挥只能说是 C 过输过，确实没诺过。可小炮被飞机单杀，包括对线的效果，都说明在这个对局下 Faker 是比较一般的。无论是 LCK 常规赛的数据，还是这场 T1 打 BO 的表现，都说明了 T1 如果继续打飞机小炮这个对局，那么他们的竞争力是不足的。于是到了第二天打 TL 的 BO3 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T1 的辩证。这个 BO3 从比赛内容来看 ，T1 依旧打得很烂，可 T1 却从比赛过程中开始展现了不同的东西。首先第一场 T1 就试着把小炮飞机一起办了，来打一个无版本 AD 中路的对局，然后呢就被 APA 的绝活炸弹人偷了一场 ，OK 输一把，那 T1 老实了。第二局呢回到了版本下经典的小炮飞机双开，然后泽利摇摆，利用下路英雄池进行 counter， 验输不？因为打 BLG 的第一场就是这么干的。那这个 BP 策略能够吃 BLG， 自然也能够吃 TL。无论是中期 T1 打得如何浪，不管谁在犯病，但游戏的主导权就是牢牢把握在 T1 手里的。当然到了关键的第3局 ，TL 这边想要靠蓝色方一抢优势，将比赛拉入第一局那样的 BP 逻辑。那从过往的英雄池来看 ，T1 是没有永恩的，飞机小炮对局打得又一般，可以讲如果是 AD 中路的对局 ，TL 是愿意的。这点上 TL 和滔博在理解上趋于一致了。包括现在我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个策略的出发点也是没问题的。于是就是很经典的半飞机，然后利用蓝色方优势去抢小炮，看
看 T1 愿不愿意接这个小炮的班嘛。那 T1 很坚决的办掉了第一把 APA 发挥出色的炸弹人，然后让 Faker 自己去找办法去解决小炮。我个人认为啊，如果 T1 这里不办炸弹人，而是通过别的方式去解决炸弹人，这个 BO3 应该还会是 T1 拿下。但这样 BP 完后打滔搏的 BP 就会很难做了，因为这相当于承认了我完全打不了 AD 对局。小奶油本身是小炮、飞机、永恩3个版本英雄都能玩，你不可能全办吧？那 T1 在版本和绝活上选择了解决这个系列赛 APA 手感火热的绝活炸弹人。要知道呢 ，T1 上次 MSI 打 TL 的那个 BO5 APA 的小炮可都是4场全办呢。可在这个小炮更强的版本，他却选择放了出来。除了本身觉得能打外，更多的也是为了决赛的 BP 做铺垫。我必须用一场实战来验证这个版本我到底有没有英雄来解决 AD 中单。所以 TL 掏出小炮大树体系后 ，T1 是选择了比较复古的岩雀中单加打野位来应对。那岩雀打小炮也算是 MSI 的经典对局了。虽然从比赛过程来看啊 ，TL 似乎再打得好一点就拿下了，但我们站在滔搏的角度来看这场比赛，其实不是这样的。T1 他就是给出了他们应对 AD 中单的解法，虽然复古，但岩雀加位这个组合确实会对边线有很强的威胁，小炮的发育环境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这场 T1 虽然逆风，但 Faker 和 Owner 这对中野是没问题的，甚至可以讲他劣势的时候依旧有用。OK， 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第一场滔搏的首班是给到岩雀了，因为滔搏想要抬 AD 中路的优先级，同时尽量不要让 Faker 太舒服。第一把双方都开出 AD 中路试一下 ，T1 给了小炮，交换到了版本 AD 飞机，同时呢多拿了一个杰拉。很多队伍其实第一把会放你的招牌来解一下，关键是能否感知到有效的情报。而滔搏呢不仅拿了小炮，还拿到了艾希。这个阶段呢是看不出胜负手的，大家彼此都是比较陌生。那滔搏的艾希小炮后续能打的体系也很多，包括 T1 2轮还在搬的卡莉斯塔，也说明他们依旧忌惮滔搏下路可能会存在一个双射手。而打野虽然给到了 T1 杰拉，但后续补大树小树都可以，因为这里是双射手嘛，所以走更能后期征服的翠神很合理。前期支点鳄鱼能上路拿线，下路布隆打巴德也能玩。那中路 AD 对决的板子里滔搏打的内容也很 OK， 但这个 build 的转折从这把后开始了。当时都在说小奶油的小炮打得真好呀，版本 T0， 但 T1 却意识到了滔搏的艾希同样打得非常好，下路的发动机才是关键。哥哥无论是打跟起来的 T1， 他的艾希都贡献了不少超远距离开团，而 T1 即便选了巴德也没能限制滔搏下路的发挥。所以第一局打完后 ，T1 除了做中路的处理外，对下路的处理也开始升级。来看第二局 ，T1 在蓝色方直接按掉了小炮没问题，但艾希也同样上了1轮班。可这场大家的注意力其实都在兰博和飞机的交换上，从事后的角度，这里不拿兰博抢飞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硬要去解释也不是没说法。第一是小奶油这几场下来状态确实好，那这种情况下我把小奶油的优先级抬到无限高，可以理解。第二就是滔搏不是没有做过类似的 BP 策略，实际上打 G2 的第2场就是相似的板子，放兰博然后抢永恩大树嘛，最后呢就用凯南去解。那场 BP 我认为滔搏做的是非常好的，第2轮的卡莎更是神来之笔。但 T1 这场对滔搏下路的价值降低是比 G2 做的更到位的，和 G2 那场相比，前3手的区别就在于凯南和老黑的2选1上。那为什么滔搏不像打 G2 那样继续出凯南呢？因为对线啊，其实那场369是没打过的。滔搏虽然赢下了比赛，但69的凯南2级就被打出了 TP， 可以讲如果不是其他路拿到优势，护着69去发育，那把凯南才是没空间的。而这场面对 T1 狐狸卫这样强边路做事组合，凯南上路很容易彻底烂完，所以拿老黑后续去打换线算是可以理解吧。如果讲老黑这个点是迫于无奈，但起码有点滔搏自己的道理，那在2轮的选择上，我认为就是滔搏被 T1 抓住弱点的地方了。滔搏的大树永恩是进场嘛，那配能出 AP 的卡莎就很舒服。OK， 那 T1 直接办掉。滔搏阵容本身就有点缺 AP， 我上路点了老黑，下路再不沾点 AP， 那大树就很难走纯肉了。更重要的是，滔搏啊，此时舍不得另一个版本英雄 EZ， 没有艾希，那 EZ 的优先级就非常高。可就是这个认知杀死了滔搏的 BP， 因为在 T1 的版本优先级 ，EZ 的优先级实际上很低。第2场两队都需要通过实战去证明自己对 EZ 的优先级判断。可当滔搏4楼抢下这个 EZ 后，直接就出现了2个问题：第一，阵容没 AP 了，你需要大树去补 AP， 可不肉的大树其实很垃圾；第2，则是 T1 拥有下路的主导权，这把 T1 已经办了很多下路组，版本下路组基本被清空。EZ 没有日女的情况下，大概率会配布隆、牛头这种辅助，所以 T1 的应对是点出极致的线权卡列组合，选出来不是为了打烂滔搏的下路，而是稳定的拿线。从召唤师技能来看，也可以发现滔搏下路选择了光盾加治疗 ，T1 这种进攻性强的下路和中野，他俩也慌传线呐。可 T1 下路却带的是治疗和净化，摆明就不打算做对线击杀了。马后炮我们按 T1 的理解来看，滔搏前3手不变的情况下，下路应该优先考虑的是炸弹人，毕竟 EZ 和永恩真不怎么搭，一个进场一个 poke， 没什么化学反应，炸弹人就综合许多了。
所以 T1 第2场看上去是一个很中气很拼的阵容，但实际上滔博是一个近乎菜刀队且没线权的阵容，他也很难过渡到后面永恩开砍的空间，后期永恩能不能 C 真的是不好说的。就像下期有人跟你说我3星5费无敌，那你怎么发育到3星5费啊？第2把我们可以多聊一些游戏内的内容，因为实际上双方在游戏内失误都很多，比如一开始换线后宙斯的这个 TP 给了1血就差点给 T1 送走，本来提前拿到换线信息 T1 应该是开局就血优的，只能说滔博确实有耐心复刻了跟体的那波假动作，包括8分钟的这波响月塔，滔博下路也是立马就反打了，这些都反映了一点，那就是当下 T1 他的临场判断和竞技状态并没有那么好，而滔博的竞技状态反而是在线的。比如这波中野2v2的反杀，就是在操作层面上的发挥，他打得很自信，这场甚至上路和下路都出现了对位单杀的情况。可这种个人的竞技状态，他难以掩盖队伍在战略上的失败带来的颓势。我们就从双方运营交换的过程来看，滔博是如何一步一步被逆转。第一波交手是5分钟 Owner 靠下路吃龙，有卡莉斯塔嘛，想走速龙没问题。那天的决策也是对的，下路他知道去了也没用，所以做了一波上路的看线 gank。这波应该是猜到了 Owner 会去控龙，打野不再反蹲。如果能够打出兰博的闪甚至击杀，那下一波大树有大招就很容易配合把兰博给抓烂掉。这个决策也应该是天在整个系列赛最后的灵光一现了。往后天就开始迷茫状态。这里 T1 上路本身是有眼的，所以 Faker 知道这波兰博不能给你杀，在中路几乎平线的情况下呢 ，Faker 是用 TP 救了兰博，然后很漂亮的升6完成了上路双杀啊，这种属于临场操作判断没辙。而这个 TP 的价值站在整个 BO5 来讲，有点不亚于打京东时的 Owner 穿梭闪，虽然没有到杀死比赛的程度，但也足够关键了。那小奶油的永恩本身没溜的，他没法料到5级的阿离会 TP 上路去救人，还顺势卡了波6，只能说 Faker 的游戏智商确实没得讲啊。那这轮交手本应该是滔博拿节奏，结果变成了 T1 血赚。好在呢，宙斯是马上送了一个回来。宙斯看到369 TP 出来卡线，他不愿意亏兵，于是又贪死了一次。这里给到了滔博一次决策的机会，很可惜啊，这次滔博我觉得没有把握住，运营的急躁了一些。他们是想利用中上的短线权来拿这个3重，但实际上呢，369 TP 出来单杀后，本身状态是半血，而此时兵线是往他塔下推的，这个线是可以考虑按臂回城，把线卡一下，然后call人来围绕这个线做进攻的。团队决定要吃潮虫，那69就只能选择硬推这波线了。那单杀的价值其实就多了300块而已，转化不成节奏。可潮虫团轮到天出现了判断失误。第一就是大树这把被迫走的 AP 太脆了，没容错，他的站位是肉大树的站位。第二呢，则是滔博下路本身没线 ，T1 下路先对先动了，他们用亏一波线的代价来换取了这波潮虫节奏。这里滔博的视野虽然看到了辅助，但没有算到卡莉斯塔的位置，最终导致了白给。实际上滔博冷静一点，决策好一点，这波天等下人可能会不一样，毕竟中路多个大招嘛。但这种临场判断的失误也能接受，那宙斯都送了，天干一干也正常。那 BO5 它就是存在充足的容错空间的。但 T1 验证了一点，就是我如何让滔博下路熄火，同时熄火后滔博就没有第一局那么犀利的攻势了。这把大家可以发现啊，在整局没线的情况下，梅口开始出现了脱节的情况。没办法，不主动你是慢性死亡，主动了就变快速死亡了。最后一手布隆的选择属于很纯粹的相信 ID 环节，中期要不是 EZ 完成了对滑板鞋的单杀，那这个对线可能会折磨得更久。但是单杀完后，滔博顺势进入了换线，可结果却是换完线滔博就死了。T1 在这种优势下，边线运营的应对是不会出破绽的。刚出败魔，好不容易能跟兰博耍耍的老黑，他被迫去下路扛双人线推进，而永恩呢，则去对上兰博了。但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这个分线是很难受，但又没办法的，因为滔博不可能让主 C 的永恩去下半去打双人组，1号位他不能不吃兵啊。而 EC 战中遇到狐狸位，稍微露点破绽他就得死啊。结果也是如此，踢完一波中路经典 TP 绕后提速，下2塔再一推结束。为什么这把我稍微讲的细了一些？因为我觉得这把是很经典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从操作层面来讲啊，滔博这把整体是 OK 的，后面在不断的压力下出现受迫型失误也理解，但滔博他在运营端是完全没脾气的，输得很闷，可以讲弱点就已经暴露了。本来比分此刻也就是1-1嘛，但 T1 已经进入到了设置陷阱和调整 BP 的状态。T1 完成了验证，就是我选手都这么送了，我还赢得那么轻松，那不就证明我的理解没问题吗？那这个理解是什么？当然不是说兰博打老黑好打能 C， 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T1 的理解是我限制下路是可以让滔博自己瘫痪的，同时滔博对 EZ 的优先级判断有问题，起码在这个 BO5 里 EZ 它就是不如艾希重要的，而这就是胜负手了。我知道艾希对你很重要，但你不知道。而限制本身也分很多种，比如 T1 针对 Mako， 我办布隆还是日女，我限制 JK Love， 我是办 EZ 还是德莱文还是艾希，这就涉及到阵容的属性，每个英雄能够对阵容属性的补充它是不同的，比如艾希就具备开团属性，而德莱文就是线权和压制。而 T1 对于这种阵容要素的把握它极其精准。我们来看看 T1 是如何放版本英雄然后限制其要素的。第3
3把实际上流程和第2把很像，就是前3手好像大家都勉勉强强，结果第4、第5手滔博直接烂掉，因为 T1 已经知道不适合你发挥的东西在哪儿了，而滔博还处在我试下这样能不能限制你中单的阶段。第1场办岩缺就是不想给你岩缺位，结果你还有狐狸位，那我干脆办位了。同时呢，上一把6-9玩的很不舒服，所以我干脆直接办纳尔，我去抢第1场的鳄鱼。滔博的算盘打到脸上了，可 T1 这边呢，你会发现拿的英雄和第1场就不同了，因为他知道你怕什么，所以他马上优化了。第1轮 T1 是拿杰拉加 AD 中路，而这场直接不管杰拉，我先拿了一个艾希，一个以抢代班。前3手滔博是飞机杰拉加鳄鱼，基本他都是名牌角色，选完就发现阵容好像挺缺开团要素的嘛，所以第2轮 T1 办的是什么？日女炸弹人。日女不用说吧，Miko 玩得好又能搭 EZ， 可炸弹人是什么？还是为了限制 Miko。选了爆弹后呢，滔博他下路就可以补洛，可以补泰坦，甚至是牛头，而且也不会输太多的线。所以 T1 他宁可去给你 EZ， 哪怕 T1 的前3手都不算是很能限制 EZ 的英雄，哪怕 EZ 是这个版本相当强势的版本 AD， 但 T1 都无所谓，因为选了 EZ 他也不能解决你的痛点，你下路不能起节奏啊。而纯粹上半区的鳄鱼是很难养起来飞机的，所以到了第2轮，滔博下路一下子有点不知道拿什么了。阵容上辅助就得补一个开团，可你去打艾希，且 T1 有可能摇摆去辅助的情况下，你选什么不容易爆线又能动呢？最稳的日女 EZ 没了，也没有炸弹人去单挂了，我只能说，我先补个很中庸的泰坦吧。包括这个德莱文也是非常无奈的，打沙皇老黑艾希怎么看都没有他能爽的画面，这点我想大家都应该能够感觉得到。但我说实话，这把德莱文真的没那么好发挥。右边是沙皇、寒冰、奎，手都很长。对啊，德莱文扛不动人啊，这个没那么好 A 的。拿了之后他妈的感觉真的很拼啊，是没有办法了，你们知道吗？就他这个德莱文，你就感觉拿的扭扭捏捏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拿这个。而选 EZ 能自己玩，但配泰坦又有点蠢。打团你说 EZ 很有发挥也不见得，就在适合滔博的选择里已经没有好货了。何况你还有 Carrier 的 Counter 位在虎视眈眈的。其实要破这种情况，最好的就是变前3手。比如我前3手滔博不急着拿鳄鱼，我先拿个日女，我逼 T1 去办 EZ 来拆组合，或者我不飞机先艾希，那后续的 BP 都会好说很多。6-9-2轮，即便鳄鱼被办，他也有铁男，包括之前的厄加特来打 T1 的老黑。我知道会有朋友说，那 T1 他不选老黑呢？不会的，因为 T1 前2手就已经决定了，不管 Carrier 是什么。宙斯都是要补一个前排选择的，当然这后续的 BP 模拟方案就很多了，但大家能明白我表达的点吗？就是 BP 做烂掉，它不是说在选出德莱文那一刻才烂掉的，而是前面就有伏笔了。第3把这种 BP 导致了什么后果？那就是下路他又绑架了野区，导致天野没法玩了，因为下路德莱文泰坦打这种双长手，打野第1轮是不可能不往下半区刷的，你总不能让德莱文开局坐牢吧？人家越一次你更完蛋，所以双野路线他一开局就被迫定了下来，而 T1 他也很清楚，开局抱团上路直接硬抓采杰拉的种子，断天的帅节奏，虽然天采用 F6开再回蓝区的折返刷，但 T1 野区它就是有眼的，这种名牌入侵谁玩杰拉都没有办法，你只能看线上能不能有起色能帮，结果下路2级还是打不过，就剧本和第2局是贼像的。第2局 T1 他看你选了一个不得不换线的阵容，那我就会提前去做洞察你换线的视野。第3局则是知道你打野100%第1轮要往下，所以他就直接选择了入侵。英雄联盟比拼的是什么？其实就4个环节：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决策，最后执行。可大家手里收集信息的手段是有限的，所以就考验你对对手行为的解读了。毕竟我们是上帝视角，我们能收集到所有信息，我们很容易能够得出场上的最优解。但选手没有天眼呢，他有战争迷雾，所以彼此就需要藏信息。可第2、第3把就属于 BP 完，你的信息都漏完了，滔博被迫去名牌玩，那 T1 你就感觉他打得很轻松。实际上第3把根本没有人头爆发前期，他就是运营，然后等滔博受不了了就烂了，还不了手的一局。实际上想打破这个循环，他需要选手和教练组在临场去做改变，就是你赛前准备的东西实际上已经被看透了，你必须换。但很可惜啊，滔博无论是选手还是教练组，他没有抓到这个胜负手。滔博依旧是把他思考的重心放在中路。T1 最后一把为什么要办永恩？因为滔博重新去搬了沙皇和岩雀，同时第3手按照了列娜塔。滔博是想要一鱼双吃，就是他们想要下路舒服的同时，把永恩的优先级拉更高，顺带去盘活打野。这样的 BP 呢，如果 T1 还像上一场一样思考半塞纳、小炮、兰博，那么滔博此时就不会一抢飞机了，而是猪妹，然后就会变成 T1 选飞机，滔博补永恩，那这个 BP 就舒服很多。但为什么我说 T1 他抓胜负手的能力强？因为他本质上是阅读到了你的弱点，你想要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如愿。T1 看你去办列娜塔，放了猪妹，他直接就把永恩给办掉了，很经典的赶尽杀绝。这里就变回了那个经典的2选1，
题，兰博还是飞机嘛？那滔博的选择大家最后也看到了，马后炮来讲，即便不拿兰博，拿艾希拿猪妹，那肯定都比飞机好，但这也是马后炮理解，万一输了也可以说这一场叉有什么用？我觉得最本质的还是两队他对于 BO5中胜负手理解上的差距。实际上打到第4把，滔博都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思路，就是说我怎么做 BP 才能让你难受，而 T1 这边就清晰多了。从整个 BP 来看啊，这手亚索的选择更多的和第2局的卡列一样，它是一个战术点。后面我看录像，我发现很多选手主播都挺质疑这个亚索的。第5把，坚毅的眼神。第5把了，来了。但这个质疑点不是说他选的不好，而是 Faker 的熟练度未知。可大家要知道，亚索他不需要压制飞机，他只要对线不出问题，风墙给好就够了。本质上和前面的狐狸卫一样，他是1抢到兰博后体系的延伸，他不用赢飞机，他就能赢飞机了。而亚索一拿2轮 T1 就可以不用考虑搬火蓝，杰拉加凯南一般，这里天如果要补 AP， 那只能硬着头皮玩版本被削弱的死哥或者莉莉娅。可天要是这样选，那前期猪妹就能疯狂做事了。游戏风格上天还是没有3输的野和那么自我，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来个脆神。而脆神这个阵容啊，他没法抓上，就和前面一样，他一环接一环的烂掉了。在接连发挥低迷的情况下，天前期急躁的冒进也是很快让第4局进入到了垃圾时间。而后杰克拉夫那个4杀其实对局面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说为什么两队对 EZ 的判断是杀死这个 BO5 的核心？就任何一个 C 位你前期拿4个人头都没有办法影响比赛局势的话，就说明起码在两队的这个 BO5 里，这个英雄他的影响因子就是很低的。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抓胜负手它是一项能力？因为每个 BO5 这个胜负手的点它不同的，没开打前谁都不知道选手的状态怎么样，对手可能的底牌有哪些。实际上我们回到 BP 界面，假设此刻不是滔博打 T1， 而是根基打 T1， 大家会发现 BP 后续的走向会完全不同。我们就拿第3把为例，如果根基前3手拿到了飞机、杰拉还有鳄鱼，那这个组合去打 T1 的艾希、豹女还有沙皇，那根基第2轮根本就不会选什么德莱文，他大概率会整什么 EZ 泰坦、泽利泰坦，甚至搞个什么厄斐琉斯机器人也不一定。反正根基下路的定位就是刷钱发育，那这样 T1 就会陷入到如果前期没有巨大的优势，那么根基的中下野3个人就会特别肥的情况，就比赛的画面会和打滔博完全不同。这就是不同队伍风格打法、英雄池对比赛的影响。滔博第2场被看透后，所以 T1 很好的锁住了滔博想要进攻的一些 key 牌，所以滔博越是 BP 就越卡手。所以感知胜负手它是一项能力，是选手和教练共同沟通和构成的。大家想想，第4局前3手咱们 ID 一换，我靠，Chavi 的飞机、黑子的 EZ 加上莲子的日女，感觉是很舒服的呀。而如果滔博的画面是小天的猪妹、哥哥的艾希，再配个布隆或者日女，是不是看着安心很多呢？至于69什么底库打兰博，那是69要想的问题。说实话，实在不行，69可以像国内他打兰博那样选被削弱的蝎子硬打嘛，反正都是烂，你还不如选个蝎子让打野拿个能抓的呢。当然这些都是属于上帝视角的马后炮哦。A 这条路走不通，去美化没有走过的 B 是没意义的。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大家能理解不？就是每个 BO5 它真不一样。我们还是说回到 T1， 我为什么着重强调了 T1 这个抓胜负手能力？因为90%的队伍它都是沿着赛前的布置走，然后我看情况去微调。因为感知临场的对手它很玄学，所以大部分队伍它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做好自己。绝大部分队伍包括 LCK 的队伍，它都不具备在 BO5 里快速调整阅读对手的能力。要是根基它具备啊，他去年打 S 赛打 BLG 他就不会连着做出那么多场逆天的 BP。这种抓胜负手的能力，你不仅他要知道，你还要做到。选手感知到对手、察觉到对手是不够的，选手本身也得具备足够的英雄池来应对，这才能和教练在沟通中快速的思考出后续的 BP 对策，完成对对手胜负手的抓取。当然很多比赛就是赛前就已经把對手战术板摸透了，比如去年的微博打 T1 就是你选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사일러스까지 뱉었다는 건 여차하면 마오카이 티어로도 올라가긴 합니다. 야 이렇게 나온다고? 예상 보소. 미안해. 那这是差距过大的结果，所有队伍追求的也是这种赢法。可 T1 这项能力给予他们会越输越强的效果，而不会越调整越差。大家别觉得越调整越差很奇怪啊，随便举例子就是 W1 安飘那年，一个 BO5 炸了之后，直接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一旦你开始输，你后面的对手就会模仿赢过你的那种打法，所以越调整越差，它是常态。而 T1 每次调整，它都会越来越强。我们随便拿个前不久的 MSI 为例吧，这届 MSI T1 的成绩不算好嘛，被 BLG 双杀，还差点输给了 G2， 尤其是 Faker 的状态也明显低迷。那 T1 的第1场 BO5 打的是 G2， 那场 BO5 里 G2 准备了非常多新东西，什么上单亚索应对长手，辅助波比应对反手，包括什么莉莉娅挖掘机大嘴，上来就把 T1 打懵了。如果大家有印象，那场 T1 最后是靠着 Faker 第5场很漂亮的魅惑，加上 Hands 萨妈逆天不出大穿甲才拿下的。到了打 G2 的2番战，当时很多人认为刚刚3-0完滔博的 G2 会气势如虹拿下 T1， 但结果却是反过来 ，T1 反而是3-0横扫了 G2。虽然那场 Faker 的状态还是不稳定， T1 整体犯病的情况也不少，但 T1 它就是能拿下。复盘你就会发现啊，那场 G2
输的和这次滔博输是很像的。T1 在2番战选择放出了第一轮打 G2 连办5把的德莱文，然后 G2 就直接跳进来一选送了2局，很经典的我知道你会选什么后 ，T1 各种 BP 的小反制和小心思就来了。一番战里发挥出色的 Broken Blade 更是全面被限制，因为 T1 它优化了对上路的选择，不让 BB 的 counter 有效果。G2 本身的发挥相较于第一轮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Faker 那时依旧也是前期被各种搞，招牌沙皇第2把来了个8分钟0-3，但无所谓啊，和 Toppo 一样 ，G2 前3手拿的英雄基本是没有打出什么效果的，而打 BLG 也是如此。虽然 MSI BLG 完成了双杀，但过程来看 ，T1 第2轮明显是变强了。BLG 第1轮赢 T1 时3-1算是比较轻松，可第2轮的3-2感受就完全不同了。T1 调整 BP 后的整个发挥，可以说让 BLG 背后流汗了。当时第3场也出现了很经典的非常规嘛 ，Faker 来了一个中单扎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不？这是当时 Tom 教练提出来的可选，然后 T1 几个人都觉得很适配阵容，4小只捧杀了 Faker 嘛，所以就选了，属于很经典的训练赛没玩过，但很合适打对面，那我选。本质和这个亚索是一样的，只是那一场 Knight 的发挥非常出色，先攻安妮狠狠的压制了扎克。可我们如果抛开 ID 只看阵容，扎克是有道理的。BLG 阵容2个输出点都没位移，扎克进场呢就很容易配合亚索，只是理论是一回事，我还得看临场发挥。Faker 自己赛后采访也说了，就竞技状态太差了，没打出效果。但我觉得那时的扎克，这时的亚索，都说明了 T1 他们的 BP 思维，那就是合适阵容比熟练和靠近版本的阵容更重要。他们是带着底层逻辑去看 BP 的，一旦在 BO5 中给他们抓到对手临场的不舒服的点，那就立马会着重突破。当然，很多队伍在场间都有去抓对手的习惯和破绽，基本能够夺冠的队伍，他都会去抓这种胜负点。但目前 T1 这支队伍是那么多冠军队伍里抓对手弱侧速度最快的。很核心的一点当然是 Faker 本身极强的洞察力，可2条边路能够提供很足的counter选择，无论是5楼出上单还是5楼出辅助，都会给很大的威胁，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很多队伍打 T1 在 BP 端都会想限制 Faker， 再去考虑其他人。大家可以把 Faker 当做 T1 的一个承压阀，对方如果不能冲垮 Faker， 那 Faker 就会迅速的拿到足额的对手的信息，并且给出准确的反馈。而4小只极深的英雄池和熟练度是 T1 反击的基石。这2年 T1 输的几个 BO5， 无论是输 RNG 还是这2年输给 BLG， 其实大家都能发现共同点，那就是中路有相对稳定的英雄选择，整体的 BP 板子相对固定。这个时候大家拼的就是执行，而不是变化了。老李头的经验和嗅觉它没用，你变了反而就送了。而 T1 也很难通过 BP 去限制对手的节奏，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太定制版本了。但我觉得正常来讲，你要和 T1 扳手腕，本质还得储存有自己独特的英雄池。当 T1 在做辩证时，你也要同步用自己的底库来做辩证。这一点 BLG 和曾经的 DR 都给了我们很生动的例子。虽然今年勋的口碑有点烂掉，但去年 BLG 打 T1 时，勋的千珏存在就是让 BLG 在 BP 端拿回了不少东西。而12年的 DR 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他们在很多层面不如 T1， 但英雄池这块是真不吃亏的，甚至还有富余。最后一场生死战的那个巴德，就是同样的老登经验找到的胜负关键。当时 DR 第5场的 BP 很有诱导性，前4把大家都是扮女警，因为当时的女警拉克斯很 OP 嘛。结果第5局 DRX 是自己把拉克斯办了，换来了一个女警，然后针对 T1 的5位移双 C 选出了巴德，这就是抓胜负手能力的体现了。DR 很明白，赢下这个系列赛，下路打不打得爆无关键，团战好发挥才重要。所以打 T1 循规蹈矩是真不行的，你得超出他的预期，一定不能在 BP 端想什么都被他看透。迷信版本的队伍是很难赢 T1。在这里我知道有人要说根基了，那根基怎么回事？根基这事也不复杂，根基这个队伍从 SSG 开始奠定了他们那一套视野、防守、反击的基调后，队伍无论怎么换人，他都能玩出这个味道来。他的这套体系需要的是选手本身的强度，所以 BP 对根基反而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怎么选都能选到他们这套打法体系里来。这就导致了 T1 对 BP 的干扰、对对手的影响，面对根基时是起不到作用的。因为根基是标准的防守双 C 队，双 C 你靠 BP 是限制不完的，但这也有代价，那就是根基这种类型的队伍，他打外战很容易拉，因为对手一旦适应你的节奏，根基他临场他换不了打法，根基怎么换 BP 最终都会导向原本的味道，这就跟乌兹在 RNG 一样，你怎么做 BP 到最后都会4保1，它是一个道理。而根基今年 MSI 打出来，就是因为他这套实在太无敌了，版本它也合适，几条线强度上来后，他阵容打法不广，但足够厚 ，BLG 确实也攻不破。我说实话 ，T1 这种能力咱学不来，最多就是偶尔能够打几把这种味道出来，但肯定没有 T1 这么稳定发挥。但我觉得我们 LPL 还是可以学习和进步一些的，比如沟通效率，虽然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么准确的去调整，但选手是否能够对于一些难受的对局上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教练组他不在场上打，选手啊他是第一视角，不是我们这种上帝视角，只有选手才能最感知对手。可能很多好的对局，我今天就是打不好，我就是不舒服，我就是错过机会，那就要说出来，要沟通，不要怕丢脸和拖累。比如69说，我今天就是不想打这个对局了，小奶友说，我感觉我今天打下来，我就是
有点难 C 了，让我混一下 ，OK， 把球传出来，这才是相信队友的体现。不要什么时候都想着证明，人家 Faker 都老老实实的搬小炮，我打不好这个对局，咱换，一切以赢为导向。要知道，在输分的高压下，你更要勇敢的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大家都会下意识的选择走进舒适区，站在教练的视角就更是如此了。但这种结果往往都是烂掉的，一般进入到相信环节，那就是信不了了。这也是我们 LPL 队伍需要去克服的心理劣势。最好的处理永远是基于 BP， 基于当下的比赛去思考出最合适的 BP。越打越要抛开版本的舒服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不是说选手的绝活就选，也不是说版本就选，而是合适才选。但真的说实话，这就很难了。我也只是能站在上帝视角跟大家马后炮一下。其实预判两队的 BP 是不难的，我觉得比赛看多了，对游戏有点了解，猜两边的 BP 大家应该都能做到。何况很多时候版本 BP 挺公式的 ，BP 它难在变化，难在变化的合理，难在变化后让对手不舒服。所以想要达成 T1 这种多变的 BP 效果，我觉得有几个是队伍的刚需。第一就是选手本身的嗅觉，这个就看天赋了。其次是教练组的经验和对选手的了解。最后呢，则是调整的速度和自信。关于自信最好的例子就小虎曾经说的那个梦中妖姬嘛，就我闻到味道了，但我没这个自信。最后就是队伍最好还是多核，这个也确实看配置，没法强求。可打 T1， 除非特殊版本啊，否则还是要尽量有多点 C 位的。无论是22年有冰和 Gala 作为大 C 的 RNG， 还是23金和 BLG 这几个队伍当时能赢 T1 都是多点开花的，所以 BP 阶段它就很难针对，它不容易被 T1 带入沟里。反正别让 T1 发现，如果按死你某条路，你就要记。一旦进入到这种环节，那是都是输的无比丢人的。不管怎么样，石油杯都结束了，希望这次失败能够给 LPL 队伍一些启发吧。我觉得态度是要端正的，就是可以认输，但不能服输。对于滔博来讲，这次的比赛看到了纪律性和运营的提升，看到了选手拿到舒适阵容下的上限，接下来就是加深 BP 的灵活性，增加打法。而BLG虽然走得早，但如果失败能够让他们的纪律性短板能够补齐，队伍对平时训练的重视程度能够提升，减少非受迫性失误，那我就认为失败是有价值的，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你要攀登顶峰，那有些失败和挫折就是要去面对的。毕竟那句话很经典嘛，就是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却是主旋律。虽然Faker成功贯穿始终，但他也有失败的低谷嘛。所以咱 LPL 队伍先要做好面对的这个姿态，后面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希望 S 赛能够看到蜕变出来的两队吧。那以上就是我对 T1 的全部分析和对决赛的看法。我是袁某人，欢迎大家对这期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期也仅仅是我个人的浅见，全文12000字，求个3连回血。也期待各位和我分享和讨论您的看法。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